所有喜爱排球的观众，大家午安！在1月份啊，我们到了1月份的第2周，我们持续在新庄的体育馆。那企业的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1月11号，哇，今年的屏东台电联庄的第4场的交手即刻展开。那目前对各队的战绩来讲啊，这2队仍旧是在领先的地位哦。联庄输了2场，都输给屏东台电，13胜2败，38分的积分。目前屏东台电11胜3败，31分的积分，紧追在后。那云林美金龙是10胜6败，28分的积分。桃园台湾产险6胜9败，20分的积分。彰化三大火箭4胜13败，12分的积分。那台北康体上礼拜拿下第2胜，2胜13败，9分的积分。那在整个个人的一个得分榜上，温义凯现在是这个独领风骚啊。323分拿下了目前战列第1，陈安德的308第2，施朗的283第3，刘玉玲的270第4，李源的269排在第5位。好，在今天的现场，我们邀请到是怡如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在北部，可以说是相当有这种这个冬天的一个气氛的一个现场来欣赏这场比赛了。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因为2队在前3次的交手打的其实是蛮激烈，而且看起来这个今年的龙头会不会有变化？这一场会是很关键哦。没错，而且2队我想其实在上半季对战的时候，已经对对方的他们彼此在交手上已经越来越熟悉了。那下半季当然就是在联庄这边呢，有这个日籍的外援加入，产生一些很好的化学效应。但是我想，因为毕竟我自己当球员的时候有个经验是，当天气特别冷的时候，那其实双方球员他要去克服这个低温的这样的一个考验，我想也是运动员他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尤其是像台电这边，他们也是南部上来的球队。那我们有时候在开玩笑说，有时候我们南部上来的球员可能会，我们今天开玩笑说，到北部很冷的时候，可能整个身体的一个伸展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动的这样子。对，讲到这儿，我们不得不稍微再回忆一下上礼拜发生的状况。上礼拜其实大家本来预期这礼拜天，台北金华跟高雄台电应该是一场龙争虎斗，凶未告。哇，高雄台电3球那种怕被修嘞哈。对，真的是我自己在打7年的这个好几年的经验当中，的确这种很微妙的状况是会因为天气啊比较极端的天气的产生，会有比较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的结果。对，所以说在整个这个上礼拜的状况，当然我们刚刚也问了一下，屏东台电是昨天就上台北，那当然一上来他说高雄这个差不多还有个这个中部州还有个15、16度啦，那他上台北确实也感觉到有比较冷一点啊。那他们今天2队其实都来得很早，那也都要做一个很充分的热身。没错。那这个林教练也聊到，联庄这个聊到说，其实也很怕球员抽筋。没错。那基本上这一定热身要够啊。是。那在热身之外还有保暖，那当然2队目前如果真的要讲，其实2队状况其实都还不错啊，没有什么大伤。那唯一的小变数就是，在联庄这边来讲，藤川加大，因为他现在还是大4的学生，所以之前他都是线上上课，然后呢回日本考试2个礼拜，刚回来又练了1周，这可能是在磨合上来讲一个小小的状况。那对屏东台电来讲，刚刚跟善元聊了一下，就大家的状况都不错，而且前2天刚尾牙。他们还有2场尾牙，球队的尾牙，跟这个屏东区的尾牙，屏东处的尾牙，这有人得到这个不要说大奖了啊，嘉轩啊，还有像郑良都有拿到红包，都抽到红包，对，应该这个心情也蛮好的啊。好，所以说这个场面话讲完了，那就真的要看看2队在真正的这场比赛，当然一个来中部，一个来自南部啦，所以说都还要对北部的天气稍微适应一下。没错。那尤其因为北部的天气，像刚好又遇到这个寒流，那即使是你热身的很足够，那如果说你有退到场下或者是局间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热身也会非常重要，因为你冷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速。好，来看看2队的先发名单。联庄这边来看到的是柯凯杰是举球，然后呢举队吴宗轩，然后呢在整个中间是李江耀凯6号跟15号的汪炳勋。主攻是施朗，还有排出来的是高伟成小高，那是9号跟10号，2位自由是李俊宏跟张云亮。来看看屏东台电的一个面板，黄宇辰先发举球，然后呢黄正良举队，然后呢在中间是林怡辉19号，还有8号的庄少杰，主攻手许文成18跟14号的曾祥明，那李嘉轩、李伟轩。
Vemba 上来讲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那讲实在话，两队虽然说，在前一场球，你看到第一场打了3局，第二场打5局，前一场打4局，好，都有了啊，3、4、5都有出现过。3、4、5都已经有挤满了。对，来看看今天的第1分。哇，好球啊！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打点，黄正良啊，这球一样是甩背而已啊，没有特别的加压。打一个长线，哇，打点拉得很高啊！阿兵哥手气不错，那这个球员部分他抽到3000块，算是大奖。哦，3000块真的不错，大奖。1比0，许文成的发球。哦，吴宗轩这个球有点掉下来了，直接被黄正良给抠死，出手的时间稍微有点慢。现在给一根是弹道一根往下落了哈。对，他就没有在这个最制高点的时候来做出手。呀，2比0。石郎也是打一个高点，可惜啊，这个球要挑战吗？要，刻意把球点拉高啊，不过这个球并没有包到。好，还是要来挑战的是一个拦网触球。我们刚才聊到两队的整个交手的这个记录上来讲啊，联庄跟台电是目前是个2比1，那台电仍旧是稍稍领先。那前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12月15号，在彰师大，那场球其实打得很激烈啊。那后面的3局啊都是那种2分差，25、23、26、24。那可是呢，后面是让联庄连拿2局，第3局是有点惊险的啊，26、24，然后呢第4局是25、23。好，虽然说台北的天候还蛮凉的，不过其实看得出来啊，今天真的是有的时候这年轻人就不一样。你看好多的那种今天现场辅大的服务同学都请灯了来。我现在已经又把羽绒外套再穿上了。真的。就有一些时候，像我们这样做定位啦，那一做要做个几个钟头，你也撸贼，尴尬撸累，对，会越做越冷。对。好，第一个挑战就耗费了一点时间了。那看看到底这个球在联庄的一个施朗的出手上，到底有没有削到哦？那我们刚聊到前面一次交手12月15号，那在两队的第一次交手中，今年的开幕战啊，那台电是直落3，有吗？应该是没有啊，没有，从手上面直接给转了出去啊！这一分再是让屏东台电给拿下，连拿3分。哇，这球相当的技巧啊！那这次中轩就完全是看准了黄正良的拦网之后，来做了一个出手的一个变现。对，而且中轩这一颗球啊，它是巧打哦，并没有整个实心的，是用切半颗这样的手法。1比3，哇，这一样啊！施朗的这个球也是，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发球了，一开始也都不太用力了哦，先把那个整个这个球点给抓到，不过这球还是包过头了。哇，打一个大斜线，小高也是打偏了，刚盖出来哈，大概秋龙练哈。对，这个手感可能还没有很热，真的看得出来，就是施朗跟刚刚这边小高他们在包球上面都有一点包覆的太球尾巴了哈，所以这个球线都有点偏长。5比1。
给的也虽然说给的有点太高，不过钟轩的这个球反倒是心脏地带，还是得分。是我刚刚应该要想到一点，其实天气冷对于举球人来说，他的手感的差异度也会非常大，手会变得比较硬，对不对？是没错。球的卡波会比较没那么细哈。好，中间的快攻这个被救到。 再来！屏东台电的机会还是给黄正良这一球，一上来这几分，讲在大家其实你看到那个力量都不太敢用哈。对，你先适应一下整个场馆的一个空间呐，还有因为气温下降，真的你实际上上去之后，还是必须要重新找回整个身体的感觉、起跳的感觉、滞空的感觉。 好，小高。其实我想对球员来讲，就是那个先把那个感觉找到，真的很重要哈。对，因为每一场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都不太一样。还有第二波，直接来一个背后的 C。 这个球没有啊！哇，这个动作虽然说实施的还蛮快的，不过庄少杰这球给打飞了，是蛮可惜的。不过这个战术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战术。那种天气冷跟一些动作，你就会发觉今天一开始有个特色，每一个球都不干不脆的就有一点节奏有点卡卡的。对，都卡卡的。小高这个好球，应该 touch 到没问题。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球员的调整啊！你看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是因为天冷啊，那每个手感都不是那么好，所以大家包球都不是特别用力啊。对，而且有时候包球，其实今天我们在球迷，我坐在这个场边听，其实尤其是主攻群比较明显，你可以听他们包球的声音都不是这么的扎实。是，每个球都打得这样子，有点空心。对，我会用杂的那种感觉哈。对。8比5。 好，这球要来挑战的是触网。屏东台电队请求挑战项目为触网，会触网。这许文成一直算是这个表情很生动的，一直去表达说我没有触网，很坚定。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我们在讲说啊，这个很多的这选手在整个设定一个，比如说攻击的一个方式上来讲，真的到这种不同的天气，真的要暖身热身，一定要做得够哈。对，而且做得够之后，整个比赛当中要怎么样去保温也是很重要的。真的。像以我来讲的话，我之前在冬天打球，我只要下了场，因为我是中间手嘛，我到后排换自由拳，我下了场，我甚至都还会穿羽绒外套。 OK， 因为我是比较怕冷的，对，那这个一冷掉你再上去哇，那整个机动性又必须要重新的去启动。对，而且其实讲实在话，就是对运动选手来讲，那个肌肉的热度其实是很重要。肌肉只要一冷哦，第一个它本身的速度跟那个弹性就会爆发力就没有，再一点其实很容易受伤。对，会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受伤。好，现在要来。 再抓一个逐步犯规，是要抓的是发球吗？挑战项目
刚刚一开始我有看到这个县神有举旗啦啊，就看现在状况是怎么样。现场的一个状况，天气一冷哦，这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感觉起来都，这个要每件事情都要多10秒钟啊，多10秒钟。我们来看一下这球，有踩线。 好，所以说一切的源头在于发球就已经打刷啦。6比8，连庄拿下第6分。哎，可是讲实在话哦，刚刚这样又差不多2-3分钟没去哦。没错，在场上的人不叮当哦，哦，这又是一个变数哦，哈。好，2分差。王敏勋的发球。 有穿过去哦，这球还是哎呀呀呀，没有 touch 到。好，这边还是出界啊，7比8。 哇，黄振良的这个球修正也是打多了，当然重点在于接球没接好啊。是，现在感觉大家真的在那个2-3分钟的两边的挑战之后，的确在整个机动性上面哦，看起来是有练掉，有练掉，对，真的有冷到。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哇，连续3个攻击出界啊！是。 哇，连续3个攻击出界啊，真的是9比8。哇，都发得很短呐、啊，球过往击坠哦。曾祥明的接球已经是连接偏了2个了，现在要调一下队形吧。哇，从原本的领先啊，从那个踩线开始啊，这一溜烟的分数一下连丢5分呢。 哇，这真的是蛮神奇的。屏东台电暂停，从原本的8比5领先到目前真的是连丢5分了。前面，接发前面一点，往前一点，因为他在前面就掉下去了，所以你在前面一点没关系。你给那个上垒的气要太低了，他跳起来的时候球已经在这边，就这样，会逼到他出手，因为他时间也不短。刚开始而已，加油！来，加油！ 哇，这球赛有些时候真的是哈，所以说你就说，刚刚我们一开始聊的这个保暖这件事，你看这有多重要啊？对。还有一次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天气冷，那我们的球呢是热胀冷缩嘛，所以在天气冷，然后球其实你会发现它在整个触摸的感觉起来是会比较没有那么膨胀。那我们在发球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天冷的时候在发球上面它是会比较快做一个下坠的动作，所以接发球者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过往击坠的球会特别的多。 好不容易换上来，好。王宇睿换上来之后，这第一次的这个出手，终于把这个对方的攻势给稍微给阻隔了一下下，9比10。哇，这个也给的节奏有点不太对哈，一样也是短了，球点太低了。对，球点太低了。 哇，真正说天气练哦，一切都变了样。大家每个环节都一直不断的在做调整。哇，真的是10比10。还有第2波。哇！小高这个球真的是哦，
飞得够高更远啊，是，而且在拦网上面是整个掉开来了。嗯，完全是空门了，11比10。啊，也是还原颜色。是，这边也是用一个老二后排进攻哦。一样是空门啊。哇，再一个还是小高。好，真的要看这个哪一边的一个调整的比较快啊。对，因为其实第一局到第一局前段部分，其实两边的失误率都蛮高的。嗯。12比11。有王振良。好，这阵子这4个球就看起来就比较顺眼了哈。对，节奏也比较顺畅一点。对。好，现在这个两边的进入到了对轰的阶段，12比12。短球，这球被守住，再给黄振良大斜线。哇，今天你看哦，今天到目前为止，屏东台电光是这种自己攻击出界，最起码有5个了。是，那盛良这边其实在刚在4号位的时候就有2颗的这个，也是一个长线的失误哦。那可以其实看得出来他的意图是想要打他局要，不过今天的确是在整个球的掌握上，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节奏。嗯，这个球有。3个人过来拦网，不过那个整个站位跟并位上来没有做的那么顺啊。13比13，王振良的发球。好球，第一时间，王敏勋这球也不硬着来啊。是真的哦，那种天气冷哦，你看那个感觉上那个球跟手的接触声音，跟那个球能够弹跳出去的那个高度，你都会觉得好像就比较看细了哈。对，因为球它就是很快的，就是它弹地之后它没有办法像天气热的时候它能够弹得这么远，所以它整个攻击手其实它在出手的时候，它打到球会跟他预想中打到球的手感会有落差。哇，吴宗轩这个发球是真的够杀。直接的发球 S，15比13。翻过来，再压，还有，啊，一样的问题，施朗这个上去只要稍微慢那么一点点，最后这个球还是出界哦。是，那其实感觉施朗今天在整个追求上面是速度。好像稍微慢了一点点，不仅仅是这颗后排。刚刚我看到他在打4号位置长攻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来不及了。那可能他今天的整个起助跑的时间呢，或许要再快个半拍到1拍。对，而且总觉得今天好像球跟你原本预期的那个位置都还是稍微低一点点哦。对。你在平常你很难得看到，比如说像台电啊，屏东台电跟联庄在比赛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一个攻击出界的一个情况，对，比较少可以看到有这样大量失误的一个情况。好，联庄按下来挑战这个球，到底有没有削到？没有，直接从旁边过去哦。好，这分赛是让屏东台电给拿下，追成了14比15。哇，这个发球也没掌握到。联中队请求替补10号下13号林冠洲。好，现在换上林冠洲发球。
还有。 哇，这个球完全被对方猜中你的一个攻击节奏啊！是哦，连庄这一波哦，这个很优异的一个反攻，必须要先回到刚刚自由球员一个非常漂亮的防守。17比14。 哇，再是反攻的一个节奏，让石朗给掌握到。好，现在也要把这个举球的节奏做个调整了，把陈玉仁给换上来，让黄宇辰退场。18比14，分数差距到达4分。 哇，这里有点掉过头，还有，再压，好球，后排的老二的一个建功，曾祥明。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就是节奏感啊，那你说真的就从刚刚那个踩线一直到现在，整个那个屏东台电那个节奏打不出来啊。对，而且可以看到两队其实都是双方一直在调整的一个过程哈。哇，这个大斜线也是出界，大家把它放掉。那市长真的今天在整个打点的那个精准度真的差很多了哟。对，那可能建议市长这边，如果说球对他来讲比较平的话，其实可以调高1到半颗都没有问题。他来自东南亚，一定更不习惯这个天气，这么寒冷的天气。好，这个被守住，还有可以打。 啊，也打偏了。曾祥明这个球上去之后，弹道完全扫偏了。加波菜啊，19比16。反倒是洪宇睿上来之后，其实还不错啊，接连几次的出手都很有把握度啊。哦，相当快的一个出手，吕江浩凯，好球，跳在空中等哦。20比17。有压在对手的身上，这个应该连击了吧？持球被抓了一个持球。就讲到这，我就在想到卡达在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他就把每个足球场都控在平均温度26度。哦，他们用这个室内的，对，他就是用那个概念，把整个球场的温度维持在那个26度。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有钱啦，科技啦，是，那他可以把场馆做这样的一个温湿跟整个温度的一个调控。对，当然在一般来讲比较难的哈。对，那还是必须要有很好的一个资金的状况，这样才有办法有这样的调整。好，现在在屏东台电的部分再次换人了，许文成上来了。王振良好球，有了，最近又比较热一点啊。好，现在分数还是差2分，19比21。哦，这个球还是吞了下去哦。钟轩这个球非常的聪明哦，他看到这个拦网者还没有完全起跳的时候，就加快他的一个出手的速度。
22比19。也是第一时间的一个出手，庄少杰的快攻。双方今天其实在举这个快攻的得分效果都非常的不错。好，现在屏东台电再是把黄宇辰举球给换回来啊，黄正良的发球。这个被拦回去，再来。 再救，再救，有没有机会？哎呦喂呀，可惜呀！哇，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动作上来讲，其实李伟轩很拼哦，可是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我们充分展现了这个运动家精神啊。这一分没有能够救回来，还是3分差。现在屏东台电再喊一个暂停，20比23呢。 减少失误，没办法啊，那个节奏收出来了啊，攻击哦，减少失误，自己的失误太多哦，减少一下。哦，啊，继续哦，哎，拦网，来，这个打回来，这个打回来，来，先接了啊。真的，其实你看啊，这个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平平顺顺，就真的是差在那个中间那突然间的5分的一个落差了哈。对，而且现在整个第一局已经到比赛的后段了，对于我想对于两队选手来说，虽然前半段两队都有蛮多的一个失误啊，不过已经到了比赛的后半，那我想该调整的，不管是举球的高度，还有攻击手位，大概知道说今天自己的整个身体状况怎么样了。我想这也算是热机，真的是要热开了哈，因为第一局我们已经到20分之后。哇，这球平行的快攻给得漂亮。你看了，在整个策略上来讲，轮到吴宗娟发球之前，屏东台电先喊一个暂停。那屏东台电还是知道说钟轩的发球，可是钟轩还是发得不错，不这一球有接好啊，21比23。小高，稍微，哎呀，小高这个进去的有点早哦，有点掉到了。对，这分让屏东台电给追回22比23。好，现在换作是连庄要来喊暂停。这摆安尼你看，哦，一直后排咧，一直。这摆你看不要啦，不要停不要啦。我都会打。啊，后排后。先看好球的情况下。是吧？希望老二哦，老二。结束。不要的，来了，但还是要看球，还是要看球。快攻一下。 好，在分数到了第一局的最后面呢，又有一个更大的彼此的一个机会点出现啊。那最多刚刚的差距到达3分，不过现在缩小，只剩下1分差的比赛，22比23。哇，给吴宗轩的球又被拦死，连续2球被拦。 台电这边在拦网上面啊，是已经有先布阵了哦。好，小高没打穿，吴宗轩没打穿，这一波要做给谁？施琅吗？哎呦，现在连庄是连续2分，连续2分，喊2次暂停。哇，这个布局变得很重要啊！现在这个布局变得很重要。 而且我感觉今天整个第一局到现在，连庄的几位主攻手，其实在他们整个出手的过程，有几颗球都是感觉是被迫出手的，所以不知道是他们今天在整个，或许他们原本举的球就是比较这样平快，但是如果说今天1颗2颗攻击手都没有办法去突破或者是追不上的话，那可能在临场上就要赶快去做调整。我看是攻击手要做调整，还是举球人要来做调整哦。 我今天简单讲，感觉起来球狼龙 Q 给逮掉了哈，都被压住哦。而且就是被迫出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去选择，即使他看到篮网在哪里，他也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选择。好，现在在连续2次的暂停过后，还是要看看这个攻防啊，23比23。哇，
哇，这个发的不错，给小高，哇，有高度有拉出来。哦，这个球真的是哦，很大的重点是接得好，然后呢球给的也够高，那个整个他个人的移动速度也够快。是，而且这个有小高自己接，那台电可能以为举球员可能不会再举给小高了，结果他反而自己接自己打。小高拼一个。证明了他听到你的加油。真的，我真的是出自于好意呀、啊。我很少听到就是证明各位。我想说拼一个看，因为我看那个动作很大，应该是很用力跳啊。哦，然后突然想要发了一个鸟球没过。24-24。哇，这个吐波丢。哎呦，又打飞了，哎呦碰到。哇，真的算运气好啊！是，不过市长这颗球也是有一点点危险、啊。哇，漂浮球啊，这球完全飘掉了。他今天的整个在包球包覆上还是有一点不太稳。要来挑战，还是要来挑战？其实这个球应该是有没有碰到，应该是很清楚的哦。哇，这个对两队而言看起来都是风险，都是危机。好，来看一下，有啦，小拇指很清楚啦啊。挑战失败，连庄拿下第25分，25-24。哦，这个守得漂亮哦，不敢用力，再来。啊，没有角度，来不及退了。这个球还是交到许文成的手上，来不及退了。好，第一局双方打到了26-24，连庄先抢下第一局。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好，欢迎所有的观众，我们回到1月11号的比赛的现场啊。这场联庄跟屏东台电的第一局啊，打起来讲实话状况蛮多的。那当然也在于天后的状况跟大家的手感比较冷啊。那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到了后头，对联庄而言不容易啊。那屏东台电就差那么一点点，联庄26-24抢下第一局，攻击力差不多。那差别还在于说，台电中段的那5分的大迷航啊。整体的个人得分，曾祥明跟黄振良各4分，庄孝杰3分。那另外在联庄这边，小高的状况不错，6分，吴宗轩3分，反倒是施朗的状况有点低迷啊。哇，真的是这个今天的现场的一个工作的这个同学，还有请灯啊，真的是厉害。台湾很有意思，台湾有时候你在很多场合你会看到1年4季的服装啊，在同一个场合，同一天可以看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所以大家常说我们在台湾的在穿着就是那种洋葱式的穿法，对，一层一层，对。好，第一局双方还是有点冷了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其实就不断的要动啊，不断要维持身体的一点点的热度啊。看看第2局的情况。而且刚刚可以看到，其实双方的失误几乎都是快要到上双，对，7分跟9分，所以其实真的是蛮高的一个失误的数量。第2局的第1分，哇，黄一哲想要放短，可惜没过。另一回，好，这个守住，哇，一样。
上去那个 timing 球都接着讲到今天大半，只要那个 timing 不对哦，这个更包不到球啊。是，而且可以看到刚刚盛良大家起跳的一个点啊，其实跟球是几乎是已经是整个180度了。那这样他是完全在整个仰头看球的状况下，他的球是一定没有办法做下压的。哇，这球又是没接好。简晓明的接球，这个球又是重心没下去哦，硬用手去勾过头了。3比1，施郎的发球也是力量大了。没错，这个打到球的一个屁股哈。有顶住，好球，也被守住，再来哦！李辉防守好球，真的，位置站得非常准确哦。3比3。好球，这个节奏也让吴宗宪在空中还可以稍微等一下啊，瞄得更准。手腕的加速度啊，非常的快速。哇，硬飞进来，还是被吴宗宪找到了一个可以攻击的角度哦。你看到整个下半季，当然一方面是柯凯杰的这个配球跟吴宗宪配得起来啊，那个吴宗宪的这个威力真的跟上半季比较起来，哇，真的有很大的提升哦。是，因为他本来整个国际赛的经验也都非常的足够哦，所以不管是在2个人拦网啊，或者是他自己状况不好的时候，他的调整都是非常的快。这有 touch 到，有 touch 到。4比5。哇，小高这个球离网子靠网比较近啊，而且也没有那么高，硬锤啊，被拦回来。小康这个球有点等太久了哦，等他才会做出手。如果他可以选择去再早点出手，去选择做他就要的选择，或许会比他想要直线做强攻更好。撇掉，好球。6比5。哇，这个又配的不是很顺哦。这一来一往，你看就真的落差就来了。这么好的一个后排机位没掌握好，反倒给了施朗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攻守转换了。7比5。哇，吴宗宪这个发球真的死角啊，是非常的准确哦，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啊。好球，张兆杰的中间的平行快攻，这球拉长线啊。不过相较之下，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当然现在对屏东台人来讲，他们的发球的破坏力就真的少一个像宗宪这样的一个强力的发球哦。对，目前为止都让联中这边在接发球没有造成他们太大的一个困扰。
这个球也是，虽然说拦到，可是一样啊，喷得太远了，拦网出界啊。好，许文成今天也没有太好的这个机会点，现在再次换人。洪宇睿这时候给换了上来。这个球也是。不过今天在网络上又刚好看到一条新闻，是那个 Brian 刚这2天跟他原本的那个经纪公司解约，那应该是会换在另外一个公司啊。那也有球迷在关心 Brian 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他在养病当中了啊。那也期待他可以赶快的恢复哈，回到场上。哇，这就给的短了，波关刀，直接球就平平的只能够扫出去了，也没有这个攻击的空间哦。8比9。哇，这球庄兆杰飘偏掉了。哇，这个发球也是没抓到。现在就真的就看你自己的那个状态能不能一直维持住了啊！因为你看今天从第1局到第2局这样的情况一直出现了，直接尤其是攻击手直接失误的状况，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大量。对。那如果说你能够至少你不失误，那你打进场内还能够做一个整个防守反攻的来回哦。哇，其实讲到这个球，虽然说黄正良打进了，可是也是很龟啊。其实这个球感觉如果小高没有接，可能也是会出界。真的。大家今天两边主攻手的球线都很长。真的。11比10，现在分数反倒让屏东台电超前呢。哦，好球啊！洪宇睿这个球点够准，不过这2波施琅的接球又有点差。是，这整个接球上也是被锁定了哈。好，从原本的领先到突然间被对方也是一个中半段的一个逆转，现在连庄喊暂停，对手也是连4分啊。专注一点，专注一点，专注一点，专注一点。有时候我看到这有人说，你看我们在亚洲的国家，当然很不习惯说天气比较冷，我就想到说，哇天哪，在欧洲踢足球，冰天雪地，照坦，哇，你看那个球员要有多好的万全准备，要不然这样速度一跟上去，那个怎么跟得出来？而且他整个呼吸上面都要去做调整。对啊。哇，这球打点够高，好球好球，就这样 OK。这就让我想到，因为我们之前有来自欧洲那边的外援，那他在来台湾之后遇到我们台湾的冬天，他觉得这天气很舒服，很舒服，刚好而已，刚好而已，像他们的春天一样。对对对对对。哇，这球真的黄正良反应够快，这球还是给的有点短哈。是，不过他最后那整个助跑最后2步有加速跟上去。趁着前排中还没过来的时候，就这个球已经出手了，13比11。哦，这球守得漂亮哦，可以打，谁来？
还有，哇，好球啊！黄正良再是扫一个极限。稍微把比分小拉开，14比11。洪宇瑞继续发。哇，这个发球是屏东台电需要的哇，这种磅数啊。 那反倒是年轻的上来是那把火还是比较旺啊。对，整个换上来之后啊，他从攻击上面去带动到整个球队的士气。嗯。好球，吴宗轩4号位的这个球强攻。 那我在拦钟轩的球啊，你的手型稍微没有做好，那对于钟轩这样有经验的选手来说，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做这样touch out的出手。哎呦，这个螺旋球啊，哇，这什么点啊？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比较不符合人体力学啦，这看来肩膀有点不舒服。哇，这个真的是敲过去的、啊，硬敲这条直线，16比12。林颖辉的发球。 哇，虽然说没有包到手，不过还是有不错的落点哦。不，真的啦，年轻的真的热身比较快了哈，不用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多一点的时间。对，因为青春的肉体真的不一样，很好能够就是身体的那把火比较旺啊。有这个给黄正良，难得看到黄正良打完球之后，身体的重心是平衡的。是这一阵子呢，正良这边在整个2号位置的攻击慢慢的调整回来了。嗯，而且在整个羽城的整个战术的设计上，也会刻意的呢去调到一支哦，让正良这边能够只面对到一个攻击手，一个拦网者去做发挥。嗯。吴宗轩也是一样，这个快节奏的。 这种出手的一个模式，对手真的都跟不上。现在两边感觉就是用2号位置在对决。嗯。哇，真的是够高啊！哇，这真的是够高，还是一直把这个球给摸过去哦。 这个球蛮可惜的哦，连庄这边的球员没有去注意到。嗯，还是维持4分差。还有，再抓一个没抓死，也是闪球，这球救到，还有。 再一波，施朗假动作给小高又过头，哇，状况很多嘞，哇，大家都急了哦。是这颗球哦，因为在整个防守上面，大家都在位置上一直在做移动，嗯，对，那所以就看起来从旁边看起来是有一点乱哦。这分让屏东台电给拿到19比14。 好，这阵子连庄有点凌乱，所以说赶紧喊暂停，5分差。来，在，来，喂，好，反正好，还是要一分钟打了哦。 暂停结束。这天气冷啊，肌肉本来就比较
那个灵活度本来就比较差，那你只要一急的话，有的时候那个肌肉会变得更不协调啊，那个动作出来的话就更多的落差。而且我们球员最怕就是天冷的时候手没有知觉，因为你要举球攻击什么，你都要碰球。那你手若冷到麻掉，哇，那真的是会变得很恐惧。哇，小高这个就嘎出约了哈，真的4号位打一个大长线，刚好是落在这个斜线的一个最深的落点。球替补10号下13号林冠洲上。现在再把林冠洲换上来发球，15比19。啊，完全被掌握住，完全被掌握住，摆明就是要做给祥明的啊。这个出手的路线呢、也被这个四郎这边都预判到了，太过于明显。16比19。短球救到，还有，再来。哇，又被拦了回来，这球黄宇辰单扣，是一个人拦网哦，位置抓得非常的准确。好，现在换人，藤川要把石朗给换下来，把藤川加大给换上来。这种天气他应该是最习惯的了哈。对，因为日本那边的冬天，我想这个算是还好，这个还好，对他们讲应该很温暖。对。好，这球出手差不多3分力，再来守住。啊，没有角度，硬打，这个还是被拦起来。是，现在这一阵子呢，宇辰啊，还有跟中间手一辉他们的双人拦网，不管是在位置上面啊，还有他们的手型上面，都是做得非常的好。21比16，维持着5分的领先。哇，这个还是吴宗轩哦，这种不管是经验啊、弹跳啦、点的选择啦、稳定度啊，都很高哦。是，现在在球队里面啊，算是最稳定的一个得分的一个主要的位置。哇，黄正良还是在诠释一下直线怎么打。22比16。哇，还是一样啊！今天你看哦，这黄宇辰已经是今天第2次哦，在想要发短的时候啊，这发的太短，要赶快再做一下调整哦。不过看得出来是他的意图是很明显，他就是想要发给主攻手。直接打到工作人员，刚才有人从我们旁边飞过来，对，也好像有人在看电影呢，真的感觉。哇，这球场上今天那种天气冷啊，没有一个点是安全的啊。对，今天球就是会有越打越远的感觉。真的好，现在屏东台电也是几个出彩啊，现在赶紧喊暂停，19比22。不一定要硬拼啊，对吧？后边人在靠吧，所以你先路不要紧。一样哦，一样，真的。我在说我的是线，没事，还是领先，就好。杰科。所以大家在看今天的比赛，真的会发觉，只要稍微一点点的地方不对，你就发觉那个球的控球的整个状况就会出很大的彩啊。对，就会跟之前我们在看比赛的落差会很大。19比22，差3分。
哎呦，还好这一球啊，这洪宇睿有跟上来啊。好，这分台电拿到23比19。屏东台电队请求替补13号下18号许文成。好，现在再把许文成给换回来。好球，好球！黄振良最后决定这个出手方向的一个改变啊。可以看到他这个球其实就没有硬打，他就是用他这个手腕的一个变化，来做位置的改变。24比20，第二局的局点。贴过来，啊，没办法了，哦，这个短球破坏掉了。第二局屏东台电25比20扳回一局，局数1比1。第二局比赛结束，由屏东台电队以25比20获得胜利。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
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了，在整个第2局的情况，屏东台电的攻击、拦网啊，都要表现得比连庄来得更好啊。那当然，失误的部分，连庄也稍微多一点点啊。25-20，让屏东台电扳回一局。目前双方形成了局数1比1。不，天气冷了，所以说讲实在，球场上的失误都偏多了，而且主攻手的这个今天的这个主宰力啊，其实就有一个落差了啊。相对的就比较不稳定一点。哇，这个中间又完全是打在对方的手里啊！是，江耀凯这一颗是跟得非常扎实的。好，这个球被石朗逮到了机会啊，力量也是用个70%，直线连拿2分。这颗球也举得够长哦，那石朗他就是顺势呢，借由这个球飞行过来的力量呢，来出手这个直线。还有。 哇，这个球又完全过头了，林一辉轻松把这球给点掉。1比2。 哇，这几个球李江耀凯都跳得很轻松哈。是，今天李江耀凯在整个快攻的掌握度上面啊，都非常的好，得分的效果也都很棒。老网出界。 这个开局连庄不错啊，4比1。哇，这一样啊，进去的太早了。是，真的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两个是整个重心已经在下坠的时候，他身体已经是不好控制的状况之下去扣这个球。嗯。
好，现在这几个节奏一直抓不到，现在再把举球做一个调整，陈玉仁上来。哇！无交代清楚，无人出手，哇！这个球真的是一个大失误啊！是，不过我想以嘉轩的整个接发球积极度啊，这种状况是比较少见的。刚刚的确是2个人都犹豫了一下。哇！一下下被拉成了6比1啊！屏东台电赶紧喊暂停，5分差。不怕。出去，啊。天气真的冷啊，做起来这个动作流畅度真的就有比较明显的落差哈。对，那尤其又是怕说我们在整个局间啊，或是挑战期间，你短短的30秒，其实以这一种低温的状况，你身体其实很容易就会冷起来。所以你整个场，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重新的热身，重新的热身。19号下4号林志川上。好，现在换上了年轻的林志川，把一辉给换下去。哇，打这个大斜还是打偏了哦。是想要去闪这个斜线小角，不过我想已经形成一只拦网，就不需要去做这么样大角度的闪手，反而容易造成自己的失误。还有。好，郑家明这个4号位拿分。哦，这个球真的是啊，整个力量跟高度都有啊。这一阵子可以看到，第3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小高他在整个攻击的策略上面，他反而不去选择硬是要穿越拦网的手，他反而呢是反过来，他去利用这个拦网的手型，去使用他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得分。好球也是一样。我们刚刚也一直提到这个热身的问题，你就会看到庄浩杰在旁边啊，在 stand by 的时候就一直不断的在做动作啊，维持那个身体的热度。真的不可以让整个身体冷却下来。3比8。哇，真的是只要节奏对啊，真的让吴宗宪的攻击的成功率、命中率真的是高哦。两队现在在整个得分的部分来讲，联庄最高的是吴宗宪，拿了有12分。那屏东台电是黄振良，拿了有13分。哇，这球柚子直接翻过来，直接变 S， 是这个 lucky ball 的成分在哦。发球的失误让屏东台电拿下第4分，4比10。哇，这个球，师长是被吓到吗？是。
两个人呢都中间造成了犹豫哦。嗯，他不是去接，他是把这个球挡掉啊。哇，这个又没有处理好。这边又没有处理好，果然啊，球没接好，球变开网，这球没有太接好，连被屏东台电赶2分回来啊。哇，轻松哦，点看得很准啊。有哦！从拦网的2个人中间呢，穿越过去了。一才直接判定这个球是界内，7比11。有碰到啊！有削到，不过今天拦网的人真的有的时候要稍微考虑一下，因为出界的几率真的蛮高的。对，所以就不要去做这个抓的动作，就把手型放好就好了。好，现在屏东台电换人，把詹敏汉给换上来，让黄正良退场休息。现在差4分，8比12。可以看到第2局台电这边的教练是换上了很多比较年轻的球员哦。哇，这个球就让施朗打得很轻松哦。那个 timing 对，那个最高点出手，有的时候真的就会省很多事哦。对。顺势来讲的话，对他的出手整个来说就是整个加倍哦。有，也是一个大斜线。大对角，吴宗轩的扣杀也是出了界啊！哇，两队今天真的是送分的机会真的蛮高的哈。对，真的是整个状况上是相对来讲比较不稳定的哈，上上下下一直在起伏当中。差3分，10比13。哇，很惊险，很惊险。中间的快攻，林志川的生涯第1分，只差2分了。现在连庄喊暂停，从原本领先的分数到达最多到6分，一下下被追赶回来了。暂停结束，暂停回来，场上比数13比10，由联中队暂时领先。差2分，暂停结束，11比13。顶住，顶住，修正哦，这个球可以。哎呀，曾祥明不敢打呀！再抓一个，换边，哇！
又打飞了，真的是完全没有包到球，又打飞了。好，这球要来拼一下，挑战一下。哇，今天这样的状况真的太多了啊！手感就一直到目前为止都，就算修马龙喜那种短暂的啦，没有办法一直稳定的这样的演出啊。是，那当然那个刚刚那一颗市场打那一颗修正球也是稍微有点太开网了。嗯。不，今天讲实在，天气蛮冷，可是还是有看到相当多热情的球迷啊。是。哇，真的这个点真的是高啊，所以说也没有机会碰到。因为刚刚那颗球是举在2米的位置，那市场他其实全力冲进去之后，他发现球在2米的位置，他又必须就只能往后来做这一个处理球的动作，再加上今天的整个球感又不是这么的好，所以像这样子大出界的状况就比较常看到。许文成这球可惜了，现在分数的差距差2分。好，轮到了施朗的发球，14比12。好，撇到，林志传生涯的第2分。是，而且他这个球他是有准备的哦。如果他只是跳假的话，那可能会被击球员吓到。好球！哇，吕江凯今天真的跳得好轻松哦。出手非常的干净利落。对。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个在联庄这边，或许啦，他们在接发球到位的状况之下，也可以多举一点快攻。好让可能今天主攻手他们可以稍微做个调整。庄小杰同样是走中路啊。可惜这个球拦网是有跟到了，不过没有做一个侵略性的拦网，就只有放在那边，就比较容易当成是目标挡他举奥。哇，给的又还好，有碰到，这球给的稍微平了一点哦。就又破坏掉了。好，现在是连庄的机会，突破没打死。啊，这球还是被拦死啊！哇，今天真的是两边的主攻手其实状况都蛮多的啊。15比16，又是只1分差了。撇掉，还是选择这个泰举奥比较能够轻松的得分呐。眼中队请求替补10号下13号李冠球上。哇，没有人真的，没有人要扑哎，是两个人你看我，我看对啊，为什么没有扑嘞？这个球如果动作有下去的话，是一定可以是有机会的，对不对？对啊，这真的是一个机会点，自己就这样子让他过去了。66号下99号黄正良上。好，现在分数差又到达3分。
怕熊市，哇，这条须要败，这个球真的是打的闪的太多了哦。是，不过宇瑞真的非常的敢打。屏东台边队请求挑战项目为界内球。好，到底有没有压到线哦？看一下。不过跟大家一样啦，这个时间点真的就是像现在从原本的这个从大幅的落后到追上，那可是呢还是几个关键分，你要那个态度要出来哈，要不然真的有点可惜哦。是，那其实我们也看到第2局就是台电在这边，宇瑞换上去之后，可以看到他整个是出生之犊不怕虎啊，他上去之后整个很有信心又很敢打，那也是因为他上去之后转换了整个球队里面的气氛哦。没有哦，确实是界外啊。屏东台边队挑战失败。差4分，19比15。王正良的出手，这球吞下去。哎呦，这就没办法。虽然说篮网是稍微有顶到啊，可是后面没办法救了。喷得够远。好球！这洪宇瑞真的是哦，下半季回来看到他真的有很明显的成长，胆识也够哦，而且棒数跟弹跳都不错。对，他这本身的这个身体素质能力呢，就还蛮不错的。然后又加上你看他整个场上之后，他得分之后那一种自信心的呐喊啊，这可以带动整个球队的气势。哦，这球救得漂亮！哇，洪宇瑞点瞄得很准啊，再1分。今天的表现非常的亮眼。现在只差2分，18比20。哇，这个发球没能够乘胜追击啊！3分差，进入到第3局的最后5分。哦，有在跟呢，哇，林志川真的是打点非常的高，真的。而且这阵子我必须要称赞一下台电的自由球员，2位自由球员嘉轩跟伟轩，因为我们常常说进攻的人是可以得到掌声，但是你必须要有好的防守跟接发才能够去赢得整场比赛。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整场比赛一直不断在喊声哦。哇，吴宗宪这球被拦回来，再来第2波，哇，又是被拦回来啊！现在又被追进了，20比21。看到祥明在场上笑得非常的开心，是不是觉得很满意这群学弟们的表现？只差1分了。还有，哦，这球有抓没抓到，也做了一个内切的动作给施朗。好，现在绕到了前排，再把小高给换回来。没打死，哇！这个球对连庄来讲有点亏哈，大包没吃到啊。球员这一颗在空中制空的能力哦，还有他整个稳定性跟控球都表现得非常好。
育人这一颗球高水准的表现，还是1分差，21比22，关键的第3局。有，这分有，现在分数再次让屏东台电给追上22比22。哇，连庄这边要赶快想办法在拦网上面呢，要去做一个好的一个手型的一个调整哦，不然中间的洞也有，然后手型不够好的话，就很容易被穿越了。好，逼着连庄再喊暂停，现在分数被追上了。先摆嘛哈。再来，没有关系啊，多讲话。现在整个第3局的分数，从你看一开始差距到6分，到后边还是被屏东台电给追赶上来。现在22比22，最后3分。哇，这今天真的是屏东台电很敢用新人啊！是，而且整个新生一代上去啊，可以看到他们今天上去之后是表现是非常的有自信。哇，小高这个是，哇，这个点打得漂亮，出手也够快啊！23比22。啊，黄正良这球也是妥妥当当。那现在连庄这边呢，在针对台电的2号位跟4号位置两边的长攻，在整个拦网跟防守上，好像没有达成一个很好的拦防的一个沟通哦。再加上刚刚一直拦网，那后面的一个防守的阵型也好像没有沟通的很明确。23比23。这个被守住，修正过来。哇，这个球被抓。被抓连击了，这个因为这个球不规则的旋转，逼得主审一定得抓，这个幅度太大，太大了。对。好，现在关键分是屏东台电喊暂停，23比24。OK， 今天应该是无2次吧？今天闹2次啊。没关系，过就好。来，好球，先接啊，先接。暂停结束。吴宗轩的发球，有守住，哇，还是这种攻守转换的一枪毙命啊！第3局还是让连庄把这个分数给关键拿到，25-23，局数2比1。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这2队的第3局真的蛮特别了，你看最大的分数差距到达7分。那一开始好像觉得这局屏东台电是无望，那好不容易追到最后，不过最后的那个临门一脚啊，这还是让今天在关键分的时候联庄的防守哦，那把这个攻守转换的机会给要了回来，一枪毙命，25-23，花了27分钟拿下第3局啊。局数部分目前联庄是2-1。那施朗在这局拿了6分，高伟成拿了5分，吕天豪凯拿2分。在屏东台电这边，那新人看得出来，其实除了今天对屏东台电最大的特点就是真的是敢用新人。是林志川在拿了4分，那另外呢，今天除了他之外啊，那当然洪宇睿今天的表现也可以说是相当的抢眼了。洪宇睿现在目前个人也拿了有6分。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在上一局的时候，一开始是台电这边自己的失误啊，的确是太多了。最后在追赶上的时候，就比较吃力一点。哇，今天看吕天豪凯打球真的是爽快啊，干净利落啊，跳得又高，出手又快。是看能不能这一局，如果说有机会接发球到位的时候，能够多给那个耀凯几颗快攻。哇，
哇，又被哇，这已经是跟第3局的开局一样啊。是，感觉耀凯应该也有预测到，他打了一个快攻得分，对方可能也是想要举一个快攻。嗯，好，马上再把林志川给换上来。 19号下4号林志川上。 守得漂亮，哇，这球应该，其实你看到哦，这个球小高自己的出手，这还是有点点可惜了哈。就可惜了这颗青红啊，这个防守真的是100分的防守。嗯 还有两边都拼得很凶。好球！再来，哎，没有人卡吧？没有人卡吧？哇，没有去注意到。是哦，两个人其实宇瑞跟宇辰两个人在卡吧都已经看到球了哦，不过还是犹豫了一下，两个人都没有去做出手。 其实讲在有时候看到这种球，就发觉这种机会真的一定要掌握的嘛，哈。对我们常常教练就会说，这个球你就不用想了，就是非我，又要有一种非我不可的这种心态。这个球触到了球网之后，又是弹道的一个落点缩短。哦，这个开局那也够个得杀球就险了。是，就像第3局的开局一样，一定要赶快抑制这样的失误哦。嗯。 哇，又被吕江耀凯呀！哇，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呀！拦网跟攻击面都表现得非常精彩。单扣啊，又是一个单扣啊！5比1。好球，好球，节奏改变。2比5。哇，这个想要再推长一点球出界啊！ 力道没有掌握得很好。嗯。好球，这个发球过往击坠。这个接球，这都已经这么低了，这还是要用上手接，这有点勉强了。对，因为这个球在判断上有点太慢了哈。真的，哇，这每个开局是怎样？ 哇！屏东台电现在又被对方先拉一个2比7啊，5分差。你要球嘛，当然用一点持球的，轻松一点，脚步先灵活一点。你规用定力啊，你咩？你就伊咧发的时候你就在耍啊，对，伊用挑的尔嘛，挑你就徛好上，然后你一个人免徛后壁啊。球光啊，我讲球光係就拖去啊，啊球白你用接就好。 你用踢到这来，你踢到半场，伊要话你到往前都没有。你一开始你就徛好前对，你就徛起。2号下11号陈玉仁上。 7比2。哇，这个球到底是什么逻辑？没看懂。这个球根本没有举上去，他举的位置已经在网以下了。是玉人这颗球，他在整个卡位上面哦，你看他整个手是举太低了。嗯。 哇，这球转直线又转出界。
9比2。哇，台电这边就是大量的自己的失误哦。哇，这个状况比第3局这个还要落差还要大啊，也是到了7分的落差了。 3比9。好，又是到了很快的看到连庄已经得分到达2位数了啊，10比3。 还有，哇，硬是给穿了压了过去，分数差距到达8分了。台电这边一定要赶快想办法。当然，第一个接发球呢，不一定，如果到表位的话，球一定要能够先够高哦。 高起来，让玉人呢能够有一个充足的时间啊，来做移动，跟他整个举球的准备。屏东台电队请求替补11号下2号黄宇成上。 只要高度有啊，以他的这个弹跳跟磅数哦，那只要不是被球压着，通常都还是对手要拦，确实也没那么容易、哦。是，虽然这颗球他自己接还是没有接到位哈，不过自己接自己打，他也知道说他一定会，小高也知道说他在场内的时候一定会成为这个接发球的目标，那也做足了准备哈。小心！哎呦喂！啊、哇，真的是有点危险、是，有点危险了。 我觉得这个 LED 看板是非常的坚硬的哦。对，哇，真的是有点危险。再来！防守好球！啊，这就拦到！哇，黄宇成今天拦网的感觉很好啊，这已经第2次拦到了施朗。今天可以看到他在整个边位啊，对于施朗的攻击，他的卡位啊，跟他的起跳的时间都抓得非常准确。拦网出界，差一点点，要挑战吗？要。好，挑战的是落点吗？没错。屏东台电队请求挑战，还是要来挑战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压线哦。不，当然你看到中半段，其实你就会觉得好像前一局结束之后，整个台电 都冷掉，那当然有几个原因呢，也在于说球员的年龄了。是啊，那然后你都要在前面先输个7、8分，再慢慢追，后面再追就真的会很辛苦，很累了啊，相当的累。这下一场的比赛是新北中心的主场啊，我们看到啦啦队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哦。 好，我们现在要来再确认一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在界内？有没有机会嘞？看一看有没有机会的，有哎，这球压线呐！
教练这一颗判断非常的精准哦。啊，好了，又要开始追分了吗？7比12。哇，这个直线转的让你真的是不要的。好球！施朗在而且施朗在整个第3局的后段，他以自己的攻击的感觉跟手感也都找回来了。嗯。没压到啊，这球也是出界。8比13。哇，这球落地了啊！哇，这个黄正良还是一样很敢打啊。这好像看起来，屏东台电又有一点气提上来啊！现在连庄喊暂停，13比9。而且因为现在呢，正良他刚到前排的第1个位置，那可以看到其实，在台电这边的战术呢，应该又会大量的会落在正良的身上。对，所以这一阵子，那我想连庄这边一定会加以去做一个提防。哎呦，屏东台电也是一个这个5比1的一个比分的一个分数差，给慢慢拉回来啊。哦，这还是今天吕江豪凯最轻松啊！球有接好的话，他今天在中路的发挥百分比啊，真的是高啊。那现在目前他个人的这个得分也到14分，那进攻的成功率到达58%，进攻拿了7分，拦网拿了6分、啊。是，今天的拦网真的非常的亮眼。哇，这个球又闪太多，有的时候想着。真的是想太多了，干嘛转的那么歪干什么？是我们教练常常就说，红色的区域就这么大，你为什么偏偏要转到绿色区域？而且单扣而已。是。OK， 这个调整之后就没有问题了。10比15。哇，真的是啊，这个球网给等了，这样让这个球喷的真的是飞得好远好远。是，而且这个战术是搭配着吕江耀凯在前排哦，今天他在前排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然后搭配上钟轩这样的一个时间差的战术，那当然会让台电这边的拦网不知道要跟谁。16比10。多了一点。哇，今天小高只要是这种平拉开啊，只要点够高，用那个等位，这个球都真的乱喷了。是，而且可以看到他打得非常的准确吼，他就是往这个拦网的手掌的这个手掌跟手指头这个地方呢去做一个 touch out 的运用，因为这个地方在拦网上面，你只要稍微手型没有做好，它就可以很好来做 touch out。
没问题，没问题，这球出手够快了啊！哦，真的是，哎，还有吗？一才确认是跟县审都已经确认这球已经落地了啦啊，落地了。尽管动作的整个实施的动作是蛮快的，可是其实县审也看得很准啊，很清楚。庄轩的发球失误。哇，真的是哦！其实他只要伸展的开，球也够高啊，他这种高打点打长线，真的是蛮难去做一个有效的防守啊。是因为首先施朗他个人的身体素质就非常的优异了，然后又加上他的整个经验值啊，也都在一定的水准之上。好，现在把藤川加大给换上来发球，接替小高。哇，这球还是一彩判定这球是界内。哇！连川的整个拦网真的是那个手感跟整个掌握跟那个判断都不错哦。是，那因为当然这一颗球连庄这边呢，第一个接发球是接得太低了，然后导致这个举球员跟快攻这边其实是在比较受迫跟不好的位置之下呢，去举这颗球跟打这颗球，那拦网就会比较容易去抓。拦网出界。好，现在第4局连庄是先拿到20分，20-15。我真的是哈，这2局真的是屏东台电都是先送5分啊，从0-5开打就对了啊。是，就开局的时候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真的是太高了一点。嗯。守得漂亮。还有。哇，拉高你也不敢放啊，这就还是没办法，顶不回来了。21-15。好，屏东台电喊暂停，现在双方的差距6分，15-21。罗根喝球，好球，好球！哦，这地，没有在，喊着转，好球来，好球，注意前面的球，小球啊，你要先接，再来哦，来，不要放掉。暂停结束。暂停结束，连庄维持着6分的领先，21-15。小高的脚从呢这2局下来都防护员都一直在帮他做按摩。对，而且看按的地方是整个小腿的那个部位。应该是有点要抽。是，因为他今天弹跳的这次数也是非常多，天气又比较冷。16-21。
还有哇，阿亮水，哇，又是包到了指尖的秋 boy 啊！连中队请求挑战项目为或秀正这样也可以，不要停。是啊，你刚那个就不对啊。那个看场有没有3圈，这个关键的。 有没有触网嘞？好像今天在这种关键时刻啊，这。 前面2局2、3两局都有办法抓回来，不过这一局现在看起来对屏东台电的考验是更大了哦。我们来看一下，没事，没事，没有啊，并没有触网。 4分差，哇，这真的是施朗这个最难防的地方哦。是因为他像甩鞭子一样。对，而且因为他人够高，跳得够高之后，他手又长，所以他可以攻击的范围真的是非常的广泛。那你一个拦网者要去对他的话，就必须要用很多的策略性，然后跟防守的一个站位。 啊，给的有点短，这球还是被连庄给拦了下来，23比17啊！这球应该要再给高一点。哇，这球再是被洪宇辰洪宇瑞也拦到啊，不是黄宇辰，这次变作是洪宇瑞。是不是宇辰学长可能有教导一下学弟，就拦施朗的时候的一个小撇步？短球救到，还有漂亮，可以打，这分也救得漂亮。防守好球。短球，再来，修正给黄正良，没有位置啦！哎呀呀，可惜呀，还是短球。再一遍，哇，这球修正给谁呀？哇，真的是要经验啊，真的是要经验。他尤其志传又是中间手，那可能在对于做举球、修正球这个部分呢，他就会比较生疏一点。不过这一波2边的防守都是非常的精彩。3分点了。啊，这个还是被判定出界了。目前连庄的积分是38分啊，屏东台电31分。那如果连庄这场球赢屏东台电，等于是如果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局数3比1的话，他等于再拿3分就到41分了啦。那41分以后面的局势来看的话，跟整个场次来看的话，基本上应该在整个季赛部分连庄要封王应该都没什么问题。是，这个几率就非常的高了。好，我们也恭喜今天连庄在第4局25比19拿下3比1，连续2度都是3比1击败了屏东台电呢，也拿下了今年球季的第14场的胜利，积分到达41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好，连庄在整个下半季可以说是连续击败了这个屏东台2次，而且这个3-1啊，其实让整个连庄的积分也累积的相当的快。所以我想这场球再能够击败屏东台电，是不是对整个球队来讲就有蛮大的意义？因为对我们这场拿下胜利的话，那也顺利取得3分嘛。那我们在下2场比赛，在过年前的那2场比赛，如果都一样顺利拿下3分，我们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会封王了。所以这场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的重要。这样对。那因为今天的天候状况在北部比较冷，所以说通常来讲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提醒，那也让球员在整个过程当中能够打得比较不容易受伤，也能够把自己的状况给打出来。其实从热身开始，我们就是要做足够嘛。那其实我们在动态热身完，其实还是看到选手很多都在旁边自己在做更多的加强。那是因为北部天气真的对我们来说太冷了。那再来就是说，可能天气太冷嘛，专注度都跑掉，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旁边提醒他们要该做好该做的事情这样子。我们今天再把这个小高请到我们的现场，重点在于说小高，为什么回到台湾这就看起来好像旁边脚又有点不太舒服？这么喜欢做？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吗？因为其实今天是最后是对台电嘛，那我们前面输2场，然后其实这一场非常关键，所以导致赛前的时候太积极了，然后每一颗都很用力跳，所以导致超级。可是基本上，比如说像你去年在日本，日本不是更冷，可是他们的场地的设施又比台湾好，让你比较不会有这样，应该也会打全场，对不对？对，我在日本都打全场，但是他们的球场都会有暖气。对，然后会让球员就是比较可以保持温度啊，对啊，像这样子，我一下来，其实在那个中场休息的时候，其实身体都会冷得比较快，这样。那通常来讲，我想了解说，除了暖气之外，他们对这个球员，因为日本本的天气都很冷嘛，他们对球员有什么比较特殊的一些保养的方法吗？还是也是都一样？我的球队是没有了。我的球队是没有，但我不确定其他球队有没有。OK， 不过反正就是球场有冷气就对了。对，暖气啊，有暖气就对了。不过还是要好好保养了，因为知道你跳得很用力啊。不过接下来还有很多比赛，好不好？对。这连续看到2次抽筋也是不是很习惯。对。来，李江凯，哇，今天其实你看哦，一开赛我就发觉哇，你的这个脚这样绷着，好像是有一点伤。可是又发觉你今天跳得很轻很顺，进攻跟整个拦网今天又抓得特别好，所以是因为怎么样？也是因为对台电。还是因为包了就觉得无后顾之忧，就用力的跳。主要还是会有点痛了。那因为包扎起来，让我比较舒服一点啊，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那还是一样，就是尽力去追每一颗球，因为毕竟既然已经上场了，那就是全力以赴，对啊。所以就痛还是痛，那就让它痛下去，没差。不过今天其实第3跟第4局你的角色很重要，尤其一上来你就把对方的前排中的攻击连续2局都是第1分都被你给收掉，所以有刻意去抓移挥的动作吗？其实不是抓移挥，我是抓举球。抓举球的节奏。对，我的意思是在抓对方举球的节奏。那他移挥就是我跳上去，可能就是跟他赌了，对啊。我就是跟他猜一边啊，只是说今天可能比较幸运，都有被我猜到。今天攻击也很顺，而且跳得又高，出手又快，所以这阵子自己的除了脚的状况之外，其实自己的状况其实维持还不错。可是我都不觉得今天你有冷的问题耶，为什么？啊？我不觉得今天你有冷，其他人我都觉得手感有点冷，可是你今天都完全没有冷的问题。刚好我是台北人吧，我猜。你很习惯这样的天气，习惯。小高哪里人？小高也台北的啊。小高台北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抽筋。没事，你现在条件比较好了。好，我们也再度恭喜这个连庄在今天赛事这个拿下了精彩的一胜啊！也看看啊，后边2场球有机会提前封王，不过还是请这个连庄再接再厉。好，我们也谢谢3位来接受访问，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怡如。首先感谢2位球队2队球队今天在这个低温特报的状况之下呢，还要打出了这么精彩的一场比赛。那我想在这个寒流来袭啊，对于选手来说，他们要如何正如选手所说的，他们要怎么样保持身体这个热度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连庄今天，其实2队在一开始观众球迷都可以看到2边的整个
攻击的失误率是非常的高，而且非常的不稳定。那在整个比赛进入到第2局、第3局开始之后，两边的主攻手他们才逐渐的我们说手感热开，找到了一个整个攻击的节奏。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今天台电呢，其实在整个第2局跟第3局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开局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非常大比分，而且是非受迫性这样的一个失误，导致他们在比赛的中后半段，其实士气拉起来，要再把比分拉近，或者是想要赢得这局比赛的时候，它的难度就会更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对，不过其实今天讲实在话，就是如果你真的去看这个，尤其是前面3局的比数，两边很接近，甚至说第1跟第3局，屏东台电都有机会。可是你又发觉，好像屏东台电真的必须要真的对这种遇到天后，怎么样去保持身体的状态，不要让它落差那么大，这是变成是一个很直接的课题。没错，我们今天也是在整场比赛可以看到比较少见的一种，落差比较大的那种很远的那一种失误球，真的是比较少见的。好，在我们今天的这场球之后呢，当然在女子的比赛，今天总共安排2场球。那待会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个新北中仙的主场活动，而且新北中仙今天要再次来接受的是高雄台电的挑战。那当然我很好奇，因为高雄台电在上礼拜打台北金华也糗连尬哦，今天要看看高雄台电会不会慢慢调整的好一些，那再来面对这个新北中仙主场的一个挑战啊。那我们今天要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怡如今天跟明天都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看球，也期待待会的这个女生的比赛，那也来期待这明天还有更精彩的赛事哦。新北中仙跟高雄台电是下一场球，期待大家一起继续来锁定气牌20年的精彩赛事。再度谢谢怡如，谢谢观众们的收看，我们下一场球再见了，拜拜，拜拜。